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阴德顾名思义是阴，有蒙阴之意，即父母如数，则可荫庇后世子孙，让他们在生活上过得更顺。所以阴德绝大部分是父母祖宗给后世子孙积累的，当代人积累的阴德也往往要报到后世子孙身上。所以道教经典《淮南子》中说，阴德者必有阳报，有阴行者必有昭明。因为阴德的回报是实实在在的，绝对会报在后世子孙身上。我们的相貌从出生开始，每天都在发生改变。有的人生来相貌好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相貌也会变得越来越丑。而有些人生来相貌虽然不好，但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，是可以把相貌越修越好的。我们的相貌和身体都会随着我们的心境而发生改变。相由心生，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；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心清净了，身清净了，相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往往那些阴德深厚、福报大的人，脸上经常会出现这9种面相，看看你有吗？一、印堂悬针转角。在面相学中，印堂称为命宫，主人一生荣枯。人假如做了亏心事，或祖上失德，或前世失德，在印堂处便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刻父母，下刻妻儿。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悬针纹，真的是上刻父母，下刻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非常多麻烦及不幸。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，约3年后，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。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，后来变弯了，弯到一边去了，这叫悬针转角，转厄运为吉祥。他从前总是倒霉，父母妻儿4人总是轮流生病，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，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。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2、眼下阴德纹。在面相学中，眼下称为子息宫、阴德宫，主要表现一个人的德行。假如一个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，有黄明之光的，是未有素德，有仙骨；而如从小就有眼袋或黑眼圈或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。所以相学中说，这种人子息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才可改变。中医都晓得，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，云何正道？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，如隐隐卧蚕的。由于眼下大节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隐隐卧蚕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1重或2重或3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细而有光泽，优美，是名阴德纹。如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果你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假如你常行不善之事，即发不善之心，眼下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尖纹，如针刺目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兆。3、脖子光亮。人要得长生不老、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假如一个人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、200岁，脖子都是不显老的。4、法令纹延长过口。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德行的纹相，此纹一般中年后才会出现。法令入口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少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转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，延长至下巴。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假如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没关系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
假如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纹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又富贵之征兆，乃善业福报。5. 延寿毛相。假如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，这晚年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高望重、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长寿之吉兆。有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假如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恶兆。德行欠缺之相，当止恶行善，转恶运为吉祥。6. 全腮生肉。在阴德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有2处的肉也随之起来了，一处是腮，一处是颧。这2处的肉一旦丰厚，现实中带给你的回报也是丰厚的。腮处丰满会让你环境优化，有助力而无小人；颧处丰满会让你财来得更顺，人缘更强。7. 慈眉善目。平时经常面带微笑，以慈面待人的人也是最有福之人。我们所说的相由心生，心恶的人就会出现满脸横肉相，心善的人就会出现慈眉善目相。心慈悲，相就慈悲，自己的言行举止通通都是慈悲的。一个慈悲的人，相貌一定不会长得跟张飞、李逵一样。8. 相貌庄严。庄严一般指端庄而有威严。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，不仅相貌是慈善的，更是庄严的。如果无论遇到何人总是笑脸相迎，那是老好人，不是真正福报深厚的人。而一个有大福气的人，面相往往是庄严和慈善同时存在的。9. 面无喜怒。鬼谷子说，人之有好也，学而顺之；人之有恶也，避而讳之。故因道而扬取之，故去之者从之，从之者成之。貌者不美又不恶，故致情脱焉。人有善恶，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若是能遇到面相不美又不恶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喜怒不形于色之人，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托付之人。喜怒不形于色之人，高兴和恼怒都不会表现在脸色上，这样的人不仅有涵养，而且不容易情绪化，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。这样的人不仅做事容易成功，更能收获无量的福报，因为能够做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了。这样的好相貌到底是从何而来呢？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获得这3种相貌：为人端正，颜色妙好，徽容第一，身体柔软，口气相洁，人见姿容，无不欢喜，视之无厌。这些其实都是从慈悲、忍辱、积福中得来。历史上通过积累阴德而趋吉避凶，同时增进财寿，例子就多不胜数。古人对于德性与生活的关系那是相当认同，而现实社会对这个概念却反而模糊。阴德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到达可以让你情绪发生转变的时候，你的客观环境和外表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，然后在持续一段时间内，命运也会因此而得到改善。这本是老生常谈的问题，然而现在的网友们总是花了几天、10来天时间，专门特意去干了一些善事，就开始想问命运改变了多少。心性是调节命运的最终目标，正是由于我们心性的缺陷，才最终导致了所谓命运的不同。阴德本身势必由内心的柔和中产生的，真正的有了阴德积累的人，其目光是清澈柔和的。你遇见这种人，你不会产生什么难受的感觉，什么厌恶、傲慢、轻视、偏见都没有，有的只是关怀和包容。这样的人，无论其颜值如何，你都愿意和他待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往往看见颜值并没有多高的人，往往得到不错的婚姻，而那些总认为自己颜值不够的人，再怎么用自残的方式拉高，也照样单着。如果一个人能一心向善，经常修善，诸恶莫作，遇事时懂得忍辱，不生气，不抱怨，时间久了，好相貌自然就来了。这9种面相你有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，看今天的节目。
算命手段主要有相术、八字、测字、河洛、梅花、斗数、奇门、六人、七正、国老、星座等。而相术又分面相、手相、头相、骨相、体相。面相概括的可分为6大类：富相、贵相、寿相、贫贱相、孤苦相、夭相。下面就和大佬一起来看一下自己或身边人是什么相吧。1. 富相，相对有可能会成为富人的面相。这个面相主要是脸型圆胖的，基本上没有突出骨感的。如果这个面相下还有着微胖的身材，那就更棒。整个面部丰满、宽阔光润、三庭匀称，眉比目长，眉间宽广，耳朵后长，耳垂肥大，耳好像粘住头部两侧一样。从正面你只能看见他耳朵的上部与下部，无法看到整个耳朵。外观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肥头大耳。瞳仁的1/3隐在上睑，白眼球部分明澈，黑白分明，代表会明辨是非与坚毅的性格。嘴唇比较肥厚，闭嘴时唇角微微上扬，鼻梁很丰满，够挺直，而且鼻头圆肥不尖。以上所列之全部条件，如果全部符合，那当然就是最理想的富相了。但这样的人太少了，如果能符合7成以上条件的，那就能算是一个富相。富相的人性格比较温和，心胸宽厚，令人喜欢与之相处。一般不会与人相争，但绝不是没有脾气，只是不轻易表露而已。头脑很好，具备领导能力，有相当的度量。富相的人不必急于开创前程，自然会有人来帮助他开拓，能轻松地过一生。富相是很可能成为有钱的人，但并不是说富相的人一定就是有钱人，只是他不必为钱操心。所以在使用金钱时要注意，若是在使用金钱时能自我节制，多为他人着想，多积德，那将会更好。总之，富相的人不管遇到多恶劣的环境，也能度过难关，安心悠闲地过日子。2. 贵相，精神重于物质之面相。贵即显示气质高。贵相与富相比较，同样是头脑好，但令人一看就有才智出众的感觉。这个面相的特征是皮肤好，脸部轮廓呈长方形，双目黑白分明，炯炯有神，但不是使人生畏的那种，而是自然流露出锐利的目光。此锐利目光具有明辨是非、善恶的能力。眉毛丰整，鼻子挺直，鼻翼不大也不小，因此很美，大约近于俊男美女的鼻子，颧高圆但不肥大，嘴唇两端肉少紧闭，但是笑的时候嘴张得很大，耳长。贵相最大之特征为额宽，整个脸部均匀，不圆胖。贵相的人绝不是肥胖型。性格为善恶分明，富正义感之理想主义者，个性较倔强顽固，有时也比较神经质。由于富正义感，故同情弱者，有怜悯心，与富相一样，对双亲较孝顺，有精神重于物质的倾向。例如于事业上较热衷于做事，不大计较金钱之盈亏，因此不期待赚钱。但在工作及家庭上较专制，独断独行，故不必借助他人便能独立创业。大学教授、艺术家及各界名人属贵相的很多。贵相人的缺点就是不太会采纳别人的意见，而容易树敌，让人背后批评。其最大的缺点是异性关系复杂，尤其是中等身躯、身材美好的人，更容易为情所困扰。贵相者对于此点要格外注意。贵相与富相一样，都比较容易出人头地，成为人上人。3. 寿相，长生之面相。
寿相即寿命较长的面相，特征为面部轮廓细长，而且三庭之中下庭很长，颚部坚实，脸型不胖也不瘦，头之两角较高，脸较长，为寿相特征之一。耳长但不厚，紧贴于头侧，正面看不到全部，眉比目长，眉角弯下，眉间开阔。目非凸眼，耳属细长型，两眼同适中，射出温和光芒。鼻头较圆大，鼻梁挺直，但非极挺，鼻下容易生胡须且浓密。两唇合拢时稍带圆状，没有贵相抿嘴时给人坚毅的感觉。特征是嘴唇红润。唇为肝脏、心脏器官疾病显示的部位，唇红代表内脏健康。寿相之特征为面部轮廓细长，胖瘦适中，耳、眉、眼、鼻、唇等部位虽无特别良相，但均匀对称，即五官端正中庸之形。若下耳中生毛，则为满分无缺之寿相。性情温和明朗，如神佛之慈悲，不与人争，服从性高。头脑很好，处事井然有序，但物质的欲望不高，清心寡欲，自然能长寿。职业运有多种，但较适合做自己有兴趣的工作，自由业很合适。然而由于寡欲，较难有杰出的事业运，在公司团体中很少有爬上顶峰的人物，因此企业家中较少有此寿相的人。具有寿相的人都能度过愉快的晚年，此为老天赐予他最好的礼物了。4. 贫贱相，精神贫乏之面相。贫贱相精神面比较贫乏，面部轮廓较小，皮肤无光泽，不坚实，头小额窄，脸部皱纹很多，眉间狭小，有许多短皱纹，眉毛大部分遮盖了眼睛，耳薄，由正面可看到整个耳朵，即耳朵向外突出，目光闪烁不定，不沉着，很少与人正面接目。鼻子瘦而尖，鼻翼很小，嘴唇小而且薄，笑的时候口部张开不大。肩部狭小，身体皮肤粗糙不光滑，脚长，身材苗条，但站立时很少笔直站立，举止轻躁不稳重，走路时常快步疾走，踉跄不定，吃东西时动作迅速，一副很忙碌的样子。性格为神经质，心胸狭窄，欲望很强，常与他人攀比，得失心重，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，言行不能一致。外貌清瘦，属俊男美女之典型。贫贱相并非表示一生无财运，有时钱财反而更多，只是不善于管理罢了。看见别人买汽车洋房，会眼红嫉妒，物欲心非常强。奇怪的是，富相贵相的人若有与他人相互攀比嫉妒的习惯时，就容易变成为贫贱相。大体来说，具有此相的人基本上还算不坏，所谓知己知彼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若知道自己为贫贱相，应多向富相贵相的人学习优点，修改自己贫贱相的缺点，截长补短，则仍将大有可为。5. 孤苦相，一切都看不开，一生孤苦之面相，此为孤独寂苦，漂浮不定的面相。头大，中庭下庭消瘦，整个面部给人尖瘦的感觉。额部虽宽，但皱纹极多，耳薄，轮廓不一，颊骨尖高，眉间相距较远，无色泽，眉角向下，眉与目之间的眼睑肉薄，鼻梁凹凸或弯曲不挺，双唇微张，间隙齿露，胸部发达，向前突出，走路之姿态为头向前突出行走，性格无常且顽固，无协调性，变幻莫测，脑筋很好，梦想也很大，但与现实常出入，一切事情看不开。
平常沉默寡言，但开口即认为自己不行。有时在开宴会或舞会时，众人狂欢作乐，而他却沉默坐着，然后突然发出谬论，破坏场内气氛的，就是这种孤苦相的人。其最大的长处是很诚实。6. 夭相，短命之面相。此种面相较少，整个颜面之轮廓给人薄弱的感觉，皮肤也不光润，色泽很差，额边太阳穴凹陷，眉薄呈8字形，面部给人孤零零的感觉，两眼突出，眼神无光，两眉间有薄毛相连，目光呆滞无力，眉根紧缩，呈现出悲苦之表情。耳鼻柔软似棉，松弛不坚，颈部缩着，走路时步伐不安定，好似醉八步，身体一点也不挺直。持有此面相之女性，中国称为行克妻。两眉间之气若丧失时，表示死期已尽。人的面相为父母所生，若是面相较差，恨父母也没有用，怨天尤人更可不必。这时候应该努力化解，去恶存善。所谓面随心转，相由心生，即使命不能改变，运也会随着心境而改变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之后听过多少关于胎记的传说，在多少电视剧里见过和胎记有关的认亲或爱情故事。胎记被赋予了很多神秘色彩，现实中它确实有和宝宝身体健康相关的信息。不少娃出生自带纹身，红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紫的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上帝的吻痕？想太多了，上帝很忙的，你还要让他加班挨个给娃盖章。虽然这些纹身有的只是影响颜值，但却成了娃永远的痛，有的还可能导致智障、失明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今天你就可以根据大佬讲的，对照看看你或者你家孩子身上的胎记，需不需要及时干预，做到心里有底。1. 和胎记有关的故事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一起和大佬来看看胎记的前世今生吧。1. 胎记象征今生宿命，有传说是宝宝的腰间有胎记，就象征腰缠万贯。2. 胎记象征着前世死亡方式。曾听奶奶说，一个人的脖子上有胎记，那上辈子可能是自刎而死。不仅如此，大佬还听奶奶说，如果一个人身上有红色胎记，那就是前世去世时爱人的眼泪滴在了他身上。3. 胎记是对妈妈的爱。从传说上讲，小宝宝在降生之前会经历很多苦难，甚至会受伤才找到妈妈，所以胎记是宝宝努力去见妈妈的证明。从医学上讲，胎记是由皮肤色素或血管等组织异常增生引起的，可分为色素型和血管型，再细分为斑、质和血管瘤。部分胎记会随宝宝长大而自行消退，但也有些胎记需要爸爸妈妈们密切关注，不及时发现并处理的话，就可能给宝宝带来伤害。2. 胎记命运大考察。大佬以会给宝宝带来伤害为主，对宝宝的颜值影响为辅，从重到轻给常见的胎记下了判决书。1. 2种高危胎记发现立即就医，危险指数5颗星。1. 紫色胎记，葡萄酒色斑，位置多发于面部、颈部，有时也影响其他区域。特点，这是一种因为血管畸形造成的永久性胎记，早期通常是扁平的粉红色的，经过毛细血管扩张会变为深红或紫色甚至黑色。随着娃长大，葡萄酒色斑也会长大，皮肤会增厚，有些葡萄酒色斑还会伴有皮肤外并发症，导致智力障碍，损害神经功能，甚至失明。特别是侧脸、前额和眼眶眶周的葡萄酒色斑，要及时进行神经系统、眼睛等随访检查，及早发现癫痫、青光眼等问题。治疗需要及早通过激光治疗。2. 白色胎记，白癜风。
位置常见于脸、胳膊、手以及皮肤褶皱部位。特点：如果局部皮肤上有白斑，边界较清晰，或者颜色比周围皮肤更白，中间还有少量非白色区域，这说明娃很有可能患上了白癜风，大家要尽快带他就医。光疗法加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好，如果没有用的话，也可以进行表皮移植手术。除了这些高危的胎记外，还有一些是需要各位家长持续观察的，这些胎记也不能轻视。2. 持续观察，异常就医。危险指数3颗星。1. 红色胎记1号，血管瘤。血管瘤的原因是血管内皮细胞的异常增生，是一种良性疾病。位置常见于面部肌肤、脖子、前胸和后背。特点：一般出生后2到4周，皮肤逐渐出现暗红色片状斑块，用手轻压会褪色，随病变范围扩大，会逐渐在皮肤表面凸起。娃出生9个月内，血管瘤生长迅速，多数血管瘤在2到3岁时开始变小，有一半的娃到5岁时血管瘤会消失。家长需要观察血管瘤的大小变化，最好每个月拍个照片便于对比。血管瘤部位要保持清洁，不要随意触摸血管瘤，避免过度摩擦，以免引起破溃出血和感染。如果血管瘤较大或长在特殊位置上，比如1长在眼睛周围，2短时间内变大，并且已经妨碍娃呼吸、视力、进食等情况；3长在身体内部，威胁某些器官的健康，这时就需要立即就诊。严重的血管瘤在出生后3个月是治疗的黄金期，而且越早越好。治疗分别有药物、手术和激光治疗3种，医生会根据类型、部位、深浅以及年龄等因素来决定采取哪种治疗办法。2. 黑色胎记色素痣。位置全身任何部位。特点：色素痣是由痣细胞组成的良性肿物，几乎每人都有，大小不一。颜色主要以褐色、棕黑色、蓝黑色或黑色为主。先天性黑素细胞质会随着娃体格增长而同比例长大。色素痣一般不会引起不适症状，既无瘙痒也不疼痛。平时要注意减少衣物、鞋袜及其他外部因素对色素痣的摩擦刺激，不要让娃抓挠摩擦色素痣。当有恶变征象时，则必须手术切除。当手掌脚底的痣直径宽度大于 0.3 厘米，其余部位的痣直径大于 0.6 厘米时，需留心观察，提高警惕。治疗最常见的治疗手段就是手术，切除缝合。经过有效治疗可以根除，但如果治疗不彻底，很可能复发。3. 褐色胎记咖啡牛奶斑。位置全身任何部位，一般多发生在面部和躯干部。特点：这种胎记多为平坦的淡褐色至深褐色斑点或斑片，边界清晰，面积大小自数毫米至数十厘米不等，形状也可各异。它也随着娃的年龄增长而逐渐变大，颜色变深，但直径大多数不会超过 1.5 厘米。咖啡牛奶斑不痛不痒，不会自行消退，一般不影响健康，无需干预。但要注意，咖啡斑不一定都是胎记，还可能是神经纤维瘤病的皮肤症状。如果出现下面这3种情况，就要去做详细检查。1. 宝宝身上散着的咖啡斑在6个或以上。2. 咖啡斑直径大于 1.5 厘米。3. 除很多咖啡斑外，宝宝身上还有多个结节或肿块。治疗它不会自行消退，可以采用激光治疗，但治疗之后还有可能复发。另外还有一些胎记不会对娃有什么伤害，就是有点毁颜值，该怎么办？3. 安全胎记别慌，能消掉，危险指数1颗星。1. 红色胎记2号冠吻痕。这种橙红色斑是一种良性的毛细血管畸形，发生在颈部的就是冠吻纹，在新生儿中比较常见，大约1/3的娃出生时都会有冠吻痕。位置橙红色斑常见于后背、
颈部、额头、眼皮等。特点：当娃哭闹或发热时，血管内压力增大，血流增多，血管就会充盈，斑块就会变得较红。治疗通常在1年内自然消退，只有个别长在颈背的冠吻痕和长在骶骨的可持续终生，但对娃没有任何损害，无需过多治疗。2. 青色胎记蒙古斑。蒙古斑是黄皮肤种族中最常见的痣之一，80%到90%的新生儿都会有。位置常见于背部、腰底、臀部、大腿或肩部。特点：颜色以青灰色居多，也有黑色或蓝黑色。一般长到6岁时，约80%可完全消退，少数持续到成年期。治疗：因为能自愈，所以通常不需要治疗。这些形形色色的胎记都分清了吗？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娃去医院治疗。当然，家长自己也要注意，不论做什么激光，请找正规医疗诊所，不然伤残、烫伤得不偿失。其实胎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，但它暗含的秘密也需要大家去解读。当胎记没有病理性危害，我们就不要焦虑了。不过，为避免宝宝出现自卑、自闭的心理现象，爸爸妈妈们可不要让宝宝认为有胎记是一件坏事。也许你们也能为宝宝的胎记打造一个美好的独家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